大家好，昨天3月13日，美国众议院在民主及共和两党广泛支持下，以352票对65票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后生效，将迫使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这款在美国广受欢迎的视频应用程序。就是说，通过这个法案，美国政客帮助他后面的金主明抢中国公司。如果该公司不愿意出售，将面临在美国禁用的后果。该法案将给予字节跳动165天的时间剥离 TikTok， 否则将在美国禁止使用。TikTok 在美国拥有超过 1.7 亿用户。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 TikTok 相关法案时说，看到别人好的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事实就这样，美欧人一点都没变，与1840年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中国已经不再是1840年的清朝。比你强时就是言论自由，比你弱时就是国家安全。字节跳动如何应对此类明目张胆的抢劫？任何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会支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宁可关闭在美国的业务，也绝不卖给他们。等将来条件成熟，在美国东山再起。美国的政客有多无耻、多恶心呢？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听证会上是如何逼问 TikTok 总裁那位新加坡人周受资的。You said today, as you often say, that you live in Singapore. Of what nation are you a citizen? Singapore. Are you a citizen of any other nation? No, Senator.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Chinese citizenship? Senator, I served my nation I'm in asking- Singapore. No, I did not. Do you have a Singaporean passport? Yes, and I served my military for two Do and you a half ha- years in Do you Singapore. have any other passports from any other nations? No, Senator. Your wif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Your children are American citizens. That's correct. Have you ever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No, not yet. Okay.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Okay. Singaporean. Let me ask you some hopefully simple. 有的恨国党说，中国也不允许谷歌、脸书、推特等美国社交媒体软件呀。此类人不是无知就是坏。其实20年前，当谷歌想进入中国时，谷歌说，我们出于维护言论自由的价值观，不会接受中方的苛刻条件，就是说他们不想在中国遵守中国法律，而要遵守美国法律。看到了吧，在中国开展业务，但不遵守中国法律，这才是当初这些美国公司无法获得市场准入的主要原因。美国佬现在明抢，不是基于所谓国家安全或数据保护，而是字节跳动的算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即字节跳动的技术过于领先，美国佬是绝不容许的。德国媒体也大幅报道了此事。我们先来看看德国大型媒体 NTV 的报道。对 TikTok 的打压，中国指责美国的强盗逻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从未提出过任何证据证明 TikTok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的立法计划旨在将 TikTok 平台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愤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封锁脸书等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关于在线平台 TikTok 的未来之争中，中国指责美国打压。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处理 TikTok 问题的方式将使世界更清楚地看到美国的规则和法律是为世界服务，还是只为美国自己服务。他说，美国从未提出 TikTok 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但美方却滥用国家安全理由无理打压相关企业。美国这样做是按强盗逻辑行事。本周三，一项旨在将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纳入美国控制范围的美国法案，在华盛顿众议院通过了第一道关卡。现在，该法案将提交给美国参议院，但参议院的立场仍不明朗。美国总统乔拜登已明确表示将签署该法案。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该计划可能会让法院忙上好几年，因为它可能会在美国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方面受到挑战。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周三发表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该公司将尽一切可能利用法律手段捍卫该平台。TikTok 是国际上唯一成功的非美国本土在线平台。如果 TikTok 仍由字节跳动集团拥有，该法案可能导致 TikTok 被禁止在美国应用商店销售。在美国，字节跳动被各党派视为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意志的中国公司。至于中国是否不会因为脸书、谷歌和 X 等美国服务在中国无法访问而采取类似行动的问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市场一直欢迎各种外国平台，但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国禁止访问大多数西方社交媒体，也禁止在中国境内访问许多西方新闻网站。中国自己的媒体和社交网络受到严格审查。好，这就是德国新闻电视 NTV 的报道的全部。南德意志报报道此事的标题为“北京谴责美国的黑帮逻辑”。中国指责美国在 TikTok 争端中自以为是，这不仅仅关系到对网络平台的控制。德国时代报报道此事的标题为 TikTok 宣布抵制美国关于所有者变更的法案。据 TikTok 运营商称，美国正打算禁止该视频应用程序，这家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打算对此采取法律手段。德国国家电视1台报道此事的标题为号召用户起来， TikTok 宣布反抗美国法案。在美国众议院通过针对 TikTok 的法案后，该视频平台现在希望采取法律行动，也号召用户起来反对禁令。接着我们看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与 TikTok 的内容相比，对美国危害更大的是福克斯新闻等美国自己的媒体，他们大肆造谣，即使是前总统多年来也一直在制造关于大选结果的弥天大谎，而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都相信这一点。这才是急需着手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禁止一个来自中国的提供舞蹈视频的应用程序。下一条评论：这样做就对了，希望在德国也禁止这些垃圾。社交媒体是魔鬼的杰作，我自己也不愿意使用 TikTok、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下一条评论：至少美国人有勇气，在德国我们也敢对脸书和苹果采取行动。但如果这些公司来自中国，我们就不敢了。是时候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禁止这些形成泡沫的算法了。我认为这比禁止个别社交媒体平台更重要，算法必须滚蛋。下一条评论：现在是欧洲考虑采取类似措施的时候了。在我看来，任何认为 TikTok 是来自中国的无害休闲应用程序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它首先是一款友好的间谍应用程序，直接向北京传输数十亿条数据记录，让它滚蛋。下一条评论：我们应该在欧盟采取同样的法律 ，TikTok、油管、Instagram 和脸书应该由欧洲人掌握，以确保数据留在欧洲。下一条评论：这里的婴儿潮世代的人居然敢又说 TikTok 是垃圾。我在一家大公司从事战略工作多年，我们当然也使用 TikTok。在我看来，它是目前最好的社交网络。内容自由度以其调性不负有些人，并不意味着它不好。在我看来，元宇宙、Instagram 和脸书的审查制度和对政治的影响要危险得多。看看特朗普的选举就知道了。当然，美国人心脏病发作，是因为他们的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了威胁。美国是好的世界强国的说法正在动摇，人们正意识到美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的所作所为。附注：自从斯诺登事件后，我们都应该知道的更多，不是吗？下一条评论：美国的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的政策总是一样的，那就是偏见、歧视。下一条评论：糟糕的不是数据被输送到中国，而是这个平台成了谎言和宣传的传播门户，一个抹黑和假新闻平台。它用来瓦解民主。俄罗斯、中国甚至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当然是我们的 AfD 德国选择党，都在充分利用这一点。在这里，商业高于管控。下一条评论：是时候对 TikTok 采取行动了。该应用在中国受到严格监管，但在西方内容泛滥。下一条评论：
整个事件真的很荒谬。TikTok 遵守了美国政府的所有要求，数据早已存储在美国本土。在我看来，所有关于洗恶中国的恐吓都只是借口。这与两件事有关。第一，首先，这项法律是元宇宙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游说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摆脱竞争。第二，另一个原因是 TikTok 不是美国的，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可以利用其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影响力进行间谍活动或审查，而这对非美国公司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 TikTok 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并不重要，美国害怕自己的绝对技术垄断地位受到威胁。下一条评论，这种行为显然是企图控制 TikTok 传播的内容，再加上美方的贪婪，想以低价攫取有价值的企业。下一条评论，这是个好消息，我坚决制止、遏制这种亲中宣传。我也不相信美国，反正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完全任由美国摆布了，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我们根本没有军队来保卫我们。下一条评论，没收 TikTok 后，任命一位忠于政府的企业家。啊哈，美好的共产主义又回来了。下一条评论，美国人经常提的自由市场也不过如此，这种偏执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好，朋友们，从以上网友评论，大概可以说，一半或者一半多的网友欢迎美国的做法，不到一半的网友不同意美国的做法。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就禁止它，与该平台被指控的内容一样令人担忧。由于失去控制而导致的绝望行为，失去控制总是感到很糟糕，公民们对此深有体会，几乎每天都会通过政治经历这一点。下一条评论，应该禁止 TikTok， 中国人用 TikTok 来愚弄西方年轻人，而且非常成功。下一条评论，通过油管、脸书、Instagram 和其他美国互联网巨头进行愚弄和灌输是可以的，但是任何非美国公司趁着这股成功的浪潮都会遭殃，他们会被夷为平地。顺便说一句，用美国的页岩气液化气来取暖没问题，用同样肮脏的手段把俄罗斯的竞争对手也夷为平地。下一条评论，哇，如果认识到了危险及对美国公司的市场地位或销售的危险，那么美国就可以像往常一样以牛仔风格解决问题，这应该是对每个企业的警示。下一条评论，华为也不例外，当华为的智能手机即将超越苹果手机时，禁令就来了。下一条评论，谷歌、WhatsApp、Instagram、油管、脸书、X 等在中国被禁，法治国家实施禁令何其困难。 TikTok 这条中共的数据收集章鱼早该消失了。下一条评论，事实早已摆在桌面上， TikTok 吸走了用户的数据，用淫秽和有害的内容荼毒儿童。奇怪的是，只有西方国家才这样做，显然是中国对付西方的秘密武器，它绝对应该被禁止。下一条评论，既然中国不允许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应用程序进入市场，那么也不应该允许 TikTok 进入欧美市场，不公平竞争。下一条评论，到了阻止中国的影响的时候了。下一条评论，由敌对政府控制并为其收集信息的公司不应受到言论自由权的保护，这其实很简单，与中国脱钩的又一步骤。下一条评论，我自己用 TikTok 没有收到任何宣传，而且与脸书不同，我从未被审查过。至于使用数据，我无法评论，但我怀疑它是否比元宇宙或谷歌更糟糕。关于中国禁用的应用程序和西方禁用的应用程序，我理解这些争论。下一条评论，非常好，美国人有勇气去做，德国呢？得了吧。下一条评论， TikTok 的法律程序应该和中国一模一样，这只是美国总统的决定，任何来自中国独裁政权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可能不想向腐朽的西方国家的法院上诉。
下一条评论，酷，让我们明天也禁止 Insta、脸书和所有这些垃圾吧。下一条评论，然后这位读者跟帖说，中国有权随时截获所有数据，例如用于剖析制度忠诚者或恶意制度批评者，还可以通过更新安装间谍软件或病毒。这就是问题所在，反间谍、数据保护和防止中国宣传。下一条评论， TikTok 的危险性被低估了，我真的不赞成取缔它，但 TikTok 的算法是致命的，应予以取缔，或像中国一样将其用作学习平台。各位朋友，从以上这些德国《世界报》的网友评论看，很明显，绝大多数评论都是赞成取缔 TikTok 的，隔着屏幕就能诱到满满的意识形态敌意。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这位网友没有自己的评论，但转了别的内容，大意是：我想知道为什么 TikTok 专门被美国禁止，这太难弄明白了，谁能帮帮我？然后他列出了一组统计数字，是美国人关于以色列哈马斯热搜的话题。结果显示，解放巴勒斯坦点击量为8260万次，另一篇关于解放巴勒斯坦点击量为3540万次，下篇解放加沙的530万次点击，等等等等，反正都超过好几百万，反正最少都超过几百万次的点击。来源是 TikTok。 下一条评论，中国号召 TikTok 用户起来反对，中国自己却审查或禁止脸书、Instagram 和 X， 很有趣，对不对？下一条评论，虽然我认为 TikTok 很危险，但美国的法律太过分了。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平台内容不正确，就会为将来禁止其他平台铺平道路。下一条评论，但愿欧洲也能随后禁止 TikTok。 下一条评论，不要 TikTok， 谢谢。下一条评论，打击 TikTok 似乎也是打击肥胖，非常好。下一条评论，在我看来 TikTok 用户并不特别聪明，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去向吗？不，冰岛不是这个国家的名字。下一条评论，中国人不想失去影响西方的能力，那些员工和抗议牌子是 TikTok 组织的，对吗？下一条评论，顺便说一下，然后这位网友转了这条推文，犹太人 Bobby Kotick 准备收购 TikTok， 如果该公司剥离并留在美国的话。下一条评论，我很期待美国大选，也期待德国大选，世界。下一条评论，继 SWIFT 之后 Trace 美帝国的下一个重大错误，美国应该加入其他金砖国家的行列，在市场上大肆抛售美国国债。下一条评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自由市场，没有民主，没有自由之国，那个帝国害怕了，很快就撕下面具。下一条评论，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些人是如此愚蠢，这个不必要的应用程序只是中国的一个工具，已经影响了数百万年轻人，立即关闭，然后轮到关闭 Instagram。 下一条评论， TikTok 简直是西方世界的彻底脑残化，欧美人在 TikTok 上看到的堕落垃圾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下一条评论，一款社交媒体应用刚刚独立，而且没有审查就被禁用了。下一条评论，各位这条太敏感了，就不翻译了，大家看图就明白什么意思了。看看下面啊，谁是美国的提线木偶，然后往上看，美国是谁的提线木偶。最后我们看看奥地利媒体标准报对此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对 TikTok 的评价不高，但一个平台必须属于美国才能不被禁止，这似乎有点傲慢。下一条评论，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和与中共的联系。中共确实是一个卑鄙的组织，再加上算法的潜力和影响力，欧洲也应该考虑这一点。
下一条评论，这是在试图挽救自己，做一个傲慢的霸权。下一条评论，这叫强权政治或帝国主义，政治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和拳头法则。下一条评论， TikTok 没有让人变得脑残，而是脑残的人给大家看见了。下一条评论，报道中有这句话，字节跳动涉嫌让中国政府获得用户数据。然后这位网友说，喂，那些向美国国安局等机构提供用户数据的美国公司呢？自从斯诺登事件后，全世界都知道是谁在攻击全球几乎所有的数据。下一条评论，在我眼里 TikTok 一直都是恶意软件，我认为禁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一条评论，其实很简单，他们想把操控工具掌握在自己手中。TikTok 不是别的，这是一台洗脑机器，年轻人在上面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就像精神恍惚一样。下一条评论，但这样才公平。如果你想在中国做生意，就必须放弃公司 50% 的股份 ,50% 的股份只能与合资企业合作，现在他们只需自己尝尝这个味道。下一条评论，埃隆·马斯克应该买下它，然后改名为 Y 或者 XX。 下一条评论，我完全不是 TikTok 的粉丝，但我无法理解的是，当限制使用社交网络和堕胎时，美国大部分民众的自由观念却很盛行，而当对突击步枪等实施更严格的要求时，美国人却觉得自己的自由被剥夺了。下一条评论，被禁用的服务和应用程序，你从中国听到了什么关于被禁用程序的消息吗？言论自由的说法只适合于适合自己的时候。下一条评论，他们在中国没有被禁止，脸书、谷歌和其他公司拒绝接受中国的国家法律，你可以在自由的谷歌上看到相关信息。如果你想在中国运营谷歌，你就不能要求在中国执行美国法律。此外，中国没有自由互联网，现在我们自己也在模仿吗？下一条评论，太荒谬了，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它都可以获取谷歌，包括安卓、苹果、微软、元宇宙、脸书、WhatsApp 等公司的所有用户数据。既然他们知道这一点，也就知道中国可以访问 TikTok 的数据。美国现在也像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一样进行治理，它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之国。下一条评论，是时候让这些浪费时间的短视频从西方儿童的卧室中消失了。欧盟也应该禁止 TikTok。 下一条评论，欧盟怎么说？希望他们之后也会效仿并禁止元宇宙。他们为另一方从事间谍活动，对元宇宙进行干预也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条评论，字节跳动应该撤离美国，但不出售版权，因为那样的话，美国很可能会发起一场青年起义。美国人可能只对 TikTok 也能被美国国安局完全监控这事实感兴趣，美国人也只是想监视别人而已。好，各位，奥地利媒体的网友评论就到这里。大家是否发现，与德国媒体的网友评论里很多对 TikTok 以及对中国的满满敌意相比，奥地利网友的评论温和得多，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